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就是说如何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化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避免卡粉，特别是眼部周围的化妆，让我们的妆容看上去更加自然。在这里呢，我也是想重点的说一遍，就是所有我们脸上的皱纹是不可能用化妆品来把它遮掉或者是掩盖掉，那是一点都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方法，让我们眼部周围的皱纹呢不那么明显，然后可以淡化我们的皱纹，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那首先呢，在化妆之前，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护肤保湿，这我估计所有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了。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我的皮肤是很干，是非常干的，特别是脸颊两边，T字部位有时候到夏天的时候会出点油，但是基本上来说呢，整个皮肤的状况是属于干性皮肤。当然了，如果是你是油性皮肤的话，你可以在化妆前稍微适当的做一下保湿，在化妆前保湿护肤一定要做得非常到位，这样我们以后的妆容就看上去更服帖、更自然，也不会卡粉。那首先呢，我会用到的就是这个 No Pore Glam Primer。以前我不太喜欢用 primer， 但是渐渐现在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呢，自己脸上的皱纹用了 primer 之后，可以起到一定的抚平的作用。如果说你今天有重要的会议啊，有重要的 event 要参加的话，你想你的妆容看上去更持久、更服帖，那我就可以推荐你用一下这样的 primer， 因为这样的 primer 它可以首先把我们的皱纹抚平，然后在后续的妆容上再上去的时候就更加滑一点，它好像一个 filter 一样，让你的皱纹啊，让你的瑕疵，或者是有些朋友的脸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平整，所以用了 primer 以后呢，你后续的妆容底妆上去了以后，特别是眼部周围会比较平衡，比较服帖，比较丝滑一点。只要上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 primer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比较滋润型的，只要用一小点点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滋润，一抹开马上就会成膜，抹开了以后就会成膜，它没有任何的光泽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颜色在里面，就是摸上去非常丝滑的那种感觉。在后续你上底妆或者是上遮瑕，或者是用一些color corrector， 如果有黑眼圈的话，在上它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卡粉了，因为它上了以后，它等于是给你眼下周围的一个皱纹呢就是抚平了。我最近呢还有用到这个 KaiHi， 可能是这样吧， KaiHi 这个韩国的品牌，它是一个 stick， 里面它有这样一个棍棒的这样一个粘稠，我已经用了挺多了，你看我已经用了很多才慢慢拧出来。这个呢就是很容易在我们的眼下周围这样擦一点，早上护肤，它能够让我们的眼下周围的皮肤比较滋润，能够让我们的眼下的皱纹呢起到有一定点的弹性，看上去呢会有一点的饱满度，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精油和一些三文鱼的油，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整个看上去呢没有那么干燥，特别是有皱纹的地方，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蓬的滋润的效果。这个KaiHi的Multi Balm Wrinkle Bounce Multi Balm， 我非常喜欢它，我从去年的冬天就开始用了，因为眼部真的很干，特别是干性皮肤到了冬天的时候特别干，然后呢我就直接会把它这样涂在脸上，就算我现在化了妆了，比如说
我下面眼部有时候会有一点卡粉，就是你化了妆之后的可能1-2个小时、3-4个小时，你还是需要去补一补，会有一些卡粉的现象呢。只要把这个 balm 在你的眼部周围任何干的地方都能够用，而且嘴唇干的时候也很好用。你只要稍微的在你的眼部周围这样 tap tap tap， 眼下卡粉的现象就会没有，马上就很滋润，又恢复到原本刚刚化妆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好用。我都会把它随身带在包里，你就算用那些粉去补妆的时候，你会让它整个眼部周围看上去会更加厚重，所以用到它呢，不会把你的妆容带走。你只要轻轻的按压，用手按压的方式把它慢慢的推开，按压的方式，眼下的皱纹就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而且非常的滋润，它会有一点点光泽度。你看涂在手上，有的人会让它就是会用到它做一种高光，只要把它抹开了以后，它马上就很滋润，非常的滋润，到冬天非常好用。你看夏天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去试试看，因为夏天的时候如果用到它出汗出油，再加上这些油的会更加油腻。那这个呢，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是 Iceland Hydrating Eye Stick， 这个也非常的滋润，不但可以让你眼部周围滋润，而且冰凉很舒服的感觉。这个蓝色的 stick 没有这个橘红色的 stick 那么的滋润，但是我相信它就是可以对于你是油性皮肤的人可以用，而且它有一种冰凉的感觉。比如说我平时眼睛有一点肿啊，它能够去眼部周围肿的那种效果，感觉是冰凉的，非常舒服，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用，很舒服。如果你隔天把它放在冰箱里的冰柜里，第二天拿出来用更加舒服。那接下来就是 concealer， 就是我们的遮瑕和遮眼部的。遮瑕的和遮眼部的呢，作为如果说你眼下皱纹很多，就千万不要用到很厚重的遮瑕膏，因为只要是过个1个小时以后，你做个表情或者是出下汗啊，或者出油了，马上就会这个粉就会卡在我们的眼睛周围里面，非常的明显，反而会比不化妆的时候更明显，马上就会出现这样一条一条白色的粉出来。我会建议大家用到的遮瑕膏呢是比较轻薄一点的，我会用到的是 Make Up Forever， 这个呢它是很轻薄，而且呢它是可以有 self-setting 的 concealer， 就是用完了以后你不需要再去另外用 powder 去把它 setting。 干性皮肤或者有皱纹的，你再用 powder 去 setting 的话，它会更加的厚重，更加的卡粉，它自己就能够马上的成膜 setting， 所以不需要再另外后续再去加一些 powder 或者是加一些粉。特别是到夏天，看上去只要一出汗一出油，马上就会有卡粉的现象，非常的显老。另外一个呢就是 Neutrogena 的 concealer， 之前我有介绍过，非常喜欢用到它们。如果说你不想没有很多的瑕疵需要遮的话，它是非常滋润的，而且呢它遮瑕力不是很高，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均匀我们的肤色，特别是眼下周围，它里面是含有一些滋润的成分在里面，有一点点就是滋润的在中间，所以不会让我们的皮肤看上去很干很卡纹，也不会有那种粉状的现象，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会用到它，比如说不需要遮很多瑕疵啊，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的黑眼圈的时候，我就会用到它，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说到是上妆的一些手法了。对于我们眼下周围的皱纹的话，
在我们上 concealer 的时候，尽量眼睛往上看，或者是你稍微的把这个眼皮往下摁一点，因为这样呢就能够把我们的皱纹拉平一点，不要拉扯很大哦。然后再上我们的 concealer， 用按压的方式把它慢慢的按压进去，眼睛这样往上看，或者是这样往上看，把它慢慢的按压进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说你眼下皱纹很厉害的话，可以用一下 primer， 它可以首先帮你的眼下的皱纹先抚平。之前也有说过，在上 concealer 的时候，不要把你的 concealer 直接上在你的皱纹的地方，要上在你有泪沟的地方，就是没有皱纹的地方。等你上了以后，然后用手或者是把这个皱纹呢，眼睛往上看，用手慢慢的把 concealer 的余粉，就是不要那么多那么 heavy， 余粉慢慢的把它推开，这样看上去呢就没有那么厚重了。另外呢，在我们上 concealer 的时候，特别是眼部周围，因为我们眼部周围的皮肤是很 gentle 的，所以手法一定要轻，而且量一定要少。每次呢就是少量的涂在我们的眼部周围，慢慢的用你的手的余温。很多人可能喜欢用刷子，我比较喜欢用手，以按压的方式把我的 concealer就是这样慢慢的按压进去，这样呢就是可以尽量做到眼部周围的轻薄，而且看上去也很自然。其实总而言之吧，到我们这个年龄了，所有的化妆手法都是要做减法，包括我们用化妆的产品也尽量以轻薄类型的产品为主，这样呢让我们的肌肤看上去更自然，不需要把自己画成像20几岁30几岁，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作为我们自己的妆容，就是让我们看上去更自然，看上去气色更好，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化妆的目的，不是吗？好了，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那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